虚空法界隔音之谜第6期。大家好，书接第5期。并不是所有的灵体都有能力打破次元壁，随意进出各界和我们形成沟通。能和通灵者沟通的灵包括滞留灵、指导灵、自家的高我、灵界中的通灵灵。进入环中的意识体某种程度上是和灵界信息隔绝的，为了防止作弊。但有些灵界中的灵体有特殊的能力，能和封闭考场内的意识进行互动沟通。灵界与阳间两边有能力相互沟通的都不是普通大众，他们介入到我们的频率里，与我们侵入他们的频率中同样困难，需要长时间的修习特定技巧。意识体中意识频率高者可以向下兼容，但低频的几乎没有可能向上跃迁进入高频实相，就像低压电器不能连接高压电一般，也犹如你拿着20年前的大哥大想接收 5G 网络信号。死亡后的亡灵首先要面对的几个实际问题是：我现在要干什么？亡灵与非常亲近的家人因多年共同生活的关系，心灵默契是有的，可以相互传递意识波，但这要求家人必须保持开放与静默的意识状态，才能感受到非自我的意识慰藉。亡者发送的意识波会直接回响在家人的脑海中，对于接收者而言，并不是用耳朵听到的，更像是一个自言自语的念头就那样冒了出来。那想法冒出来时，你如果动用逻辑去分析它，它就又消散了。一旦动用逻辑，你的脑电波就脱离了出神的状态，犹如你醒后梦中的情景就开始快速消散。练习用意识波彼此交流需要长时间的锻炼。经过锻炼的人可以和万物交换意识信息，请求动物、植物甚至岩石、水火协助自己，同时自己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协助。亡灵会面对的常见流程：死亡发生后，若没有马上出现牵引光或引导灵，鬼魂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随意逛逛，信念所到，身形即到。瞬移是第一个可以直接被运用，可以快速地拜访世界各地自己惦念的人，可以滞留在自己关注的人或地方，尝试通知或告别家人、朋友。但鬼魂不能瞬移到他生前没去过的地方或不认识的人身边。瞬移时需要有意识锚定物支撑，在记忆中可以搜索到的生前见过的人物或场景被称作锚定物。在游弋了几天后，心中夙愿基本平息，便进入第2阶段，安抚悲伤的家人。如果家人长时间的哭泣、胡思乱想、不睡觉，鬼魂将无法有效地形成意识连接。几天后，接引灵或牵引光开始介入，鬼魂便跟随其离开阳间维度界面。魂离开身体后有4种状况：第一，已经有接引灵在旁边等着了。一般接引灵会在死亡发生前12小时到24小时就在四周游荡了。不过还要看接引灵是专业的还是兼职的，因为兼职接引灵是地球上还有肉身的，趁身体睡觉的时候，灵魂出来引渡亡者，这样的接引灵经常会迟到。第二，死亡发生数天后接引灵才出现，他本以为你能自己找回家呢，结果发现还是要来接你。第三，老道熟练的灵魂，死后自己就溜达下台，早早的回化妆间卸妆去了，压根儿用不着谁来接。第四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打死不走，谁来都没用，别忽悠我，就这我熟。在被接引的时候，一般有4种状况会发生：第一，乖乖地跟着走了；第二，自己给自己编排了一个假中阴体验，依据自己的信念和心愿形成了介于阳间和中阴界之间的阴间亚空间，把自己投入了其中，形成刺激经历课程的体验环节。第三，再等等，还有自己挂怀的事或人，还有挂怀自己的人，
再寻死觅活的让自己不放心。第四，成为怕死的鬼，死活抗拒牵引光，也不跟着引导灵走。你要带我到哪里去？我哪儿都不去，这是我家，这尸体是我要留下等着上帝的复活，等等奇葩思维。后两种情况形成了阳间的滞留灵。滞留灵需要面对各种源于家人的牵绊甚至纠缠，这样的纠缠是双方的功课，一方不肯放手，天天拈刀，时常祭拜，另一方牵挂甚深，看不得家人如此受罪。因此亡灵的执着与迷茫丛生，此过程中心灵会历经一系列心理认知的冲击和困惑，这也是稚嫩灵魂人生功课中很重要的一个必经环节。在阳间地表滞留的鬼魂无法获得阳界的天然能量滋养，也无法获得灵界的能量滋养，困顿日久，能量消耗过甚，会变得逐渐稀薄，甚至灰飞烟灭。滞留灵为了获取能量补给，会使用某些手段，包括吓唬世人榨取生命能，帮助世人以收获由衷的感激能量。鬼魂不能抢夺生命能，只能公平交易。若活人长时间地想着亡灵时，自身能量频率会和滞留的亡灵共振同频，进而就像隔空电池串联起来的新电池一般，能量迅速殆尽。亡灵的能量缺口是无底洞，会最终吸干活人的生命能，把此人带走。对于亡灵来说，既然你这样的思念我，那我们就一起上路吧。如果觉得有道理，希望你能够点赞、评论、转发一下，帮助到更多有缘人。第6期结束，谢谢观看。